大哥哥真是坚韧不拔呀！前日里刚想收买我家的女使婆子，想打听我把外甥安置在何处，让我打发了。今日倒好，派你来跟踪我，看来大哥哥的手段是越发的高明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那今日之事，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？我认罚，认罚。行，那你离开侯府，自谋生路，从此别再跟顾家人说话。怎么，舍不得侯府里好吃好喝的？二公子，我认打，我认打。认打是吧？那你就受石头3拳，知道？好。哦。二公子，我认罚。这样，我今日便离开侯府。不，我今天便离开汴京，今生今日再也不回来了。哎呦！哎，打走一个，难说用来第二个呀。这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。打走一个是一个。等我有了功名，曼娘就能见天日了。仔细自己的身子。大郎别急。方才有人禀报，说有庆一回来，立刻收拾东西，自请去咱们顾家祖田庄子上去。可见二郎已经发觉咱们派人跟踪，打草惊蛇了。若日后再想将他养的那个女人找出来，怕是难上加难。身子又是这样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撑过今年。我如何不急？二郎平日里最是乖巧，左右不过是逃个学堂，喝酒欠账，纵马闹事这些小事。自从认识这么个妇人，生生被他勾引坏了，居然养出2个孩子来。若是不寻得这妇人，早日把他打发了，不知道日后怎么祸害二郎了。廷尉呢？他交友广，认识许多嗜酒放荡子弟，也许能从那些人中可以打听1、2消息啊。快别提他，我那亲儿子是最不懂事的混账东西。前日里看二郎打得厉害，他是跟着哭了好几场。我以为他会跟着二郎去提个笔墨纸砚什么的，这日子又不知的去结什么诗社了。我这身子不大成的，若日后二郎再有个什么不恭顺的，廷尉就是宁远侯，难道他就不能收个性子，好好相学啊？不许胡说！你只是弱症，不是什么大病。不许说这些晦气的话，知道吗？站住！就是你啊，不是我。上一次已经同你说过，到我们家来做事，一概不许花红柳绿翻样。今日你不但穿成这样，还松了发髻，溜着头发，学那些勾栏式样。想是你脑子被狗吃了，记不得我说的话了。不是，
郡主娘娘、大娘子、娘娘，求求你饶了我这次吧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上一次见你这样，已经饶了你一次。这次，你是明知故犯，罪加一等。去，找个人牙子来，把这不知廉耻的贱货挖卖了去。不要，郡主娘娘，饶了我这次吧，饶了我这次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哭也没用。郡主娘娘，你看你哭成这样，那边书房的小公爷出来瞧你一眼没有？娘娘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，打扮成妖精的模样，盼着有一天，公子能瞧见你，纳了你，便一步登天，做着公爵府的主母。错梦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吩咐下去。尤其是这些新来的小蹄子们，都放聪明点儿。我自幼宫里长大。什么手腕诡计没见过，别跟我耍花招。要是让我知道有谁卖弄风情教坏了我儿子，我让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是，谨记郡主教诲。母亲，这一页看了半晌，也不翻一下，瞧来是有金子的。我在这一页看到一句话，想到学究出的一道题目，正在百思不解。题目？什么题目？说说看，为娘的也帮你参详参详。不用了。别小看你母亲，我从小也是饱读诗书过来的，学问不比你们父子低。看到哪些字，想到了什么题目，说说看。说到学问，我在盛家属读书也有些日子了，多有叨扰。母亲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明日您约我一起去拜望一下盛家的老太太，送些薄礼表表心意，您看如何？你去盛家读书的时候，你父亲已经去过了，礼也送的不少。按理说，我们家是公府，盛家一个五品。这样以示折节下交，若是频繁往来，倒显得有点做作，让人家觉得我们另有所求似的。我们能求什么呀？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嘛。你这孩子，平日里并不关心应酬，今天怎么这么上心啊？莫非另有内情？母亲这说的是哪儿话呀？儿子长大了，对于应酬上的事儿，多少也应该了解一些了。我儿有这份心就好，剩下的我和你父亲来操持，等你金榜题名，再去应酬也不迟。母亲，您就去一趟吧。我这几日身体不适，脸黄成纸了，顶着这张脸，怎么去见人呢？母亲，您已经是天底下最美的女子了。您要是都不能见人的话，那更没有女子可以见人了。你这孩子，为什么非让我去盛家？打的什么主意呀？我能打什么主意啊？我还不是希望母亲可以多关切一下我的学业。我就是最关切你的人了。瞧，
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点心。考试这段日子，你就专心的读书，剩下的事儿啊，不要多想。郡主是不是瞧出什么苗头了？他捏着个书本儿，眼睛瞅着别处，哪是想什么文章题目啊？倒像是这心里有人了。郡主，是不是回屋处置啊？这廊上耳目众多，只怕……要的就是这耳目众多，让他们都看着。郡主庄安，不知郡主找小人什么事？公子在盛家家书读书时，有没有跟盛家的姑娘说过话啊？话自然是说过，不过也没说几句。庄学究可真紧，忙得很，没空说话。你可想好了再说。若是日后我从旁人的嘴里打听出你说的不是实情，可有你好看的。小的句句绝无虚言，大娘子只管去打听。盛家的3位姑娘，今日干脆连面都没露。听说是请嬷嬷学规矩呢，日后怕是都见不着了。这么说，这盛家倒是个知书达理的门户了。啊，是。公子平日待你不薄，你要是真对他好，就跟我说实话。处处顺着他，反而是害了他。小人知道，小人一心都是为着公子好。也不用下这么厉害，去吧。是。哼，一派胡言，在这给我装神弄鬼。这猢狲，口中无实话。盛家有3个姑娘，打的什么主意，我还不知道。可换一个人陪着公子呢？不为他用惯了，从小跟着，情谊也厚。再说，马上就要科考了，没有什么出格糟烂的事儿，不动得好。没得闹起来，怕影响了他前程。终于来了，来了我就放心了。我给你找了这个院子，甜水巷，名字好，风水也好。这院子这么气派啊，可用不着的。怎么用不着？哎，以后啊，嬷嬷就是这里的主，他们都听你的吩咐，一定把嬷嬷照顾好了，不可轻慢。是。多车劳顿，你坐下，谢谢。谢什么呀？我不是个做主人家的料子。千里迢迢过来，是替哥儿分忧挑担子的。嬷嬷一直伺候我母亲，在白家也辛辛苦苦几十年了，如今该享享清福。况且我已长大成人，身边有的是人伺候，不用劳烦嬷嬷了。哥儿，别小看我老婆子啊，
我这身子骨啊且硬朗呢，再做20年不是难事儿。再说了，哥身边也需要个贴心的人，不是？好了，嬷嬷不用再说，我意已决。嬷嬷，其实啊，我让你不住在侯府里边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为你那外室和孩子吧？算了，只要他品性纯良，对你呀，能够实心实意的就好。那当然，曼娘自然是品性纯良、温柔体贴，只是出身不太好。久困的时候，曾经卖过几日唱，入不了侯府。什么？嗨，哥儿，你好糊涂啊！嬷嬷，当时啊，我看他在大街上被人欺负，看不下去，就帮了他。可谁想到，他居然追我追到了白鹿洞，又死了哥哥，再后来，就有了孩子。我知道嬷嬷生气，是大错已经铸成，2个孩子是我的。嬷嬷，你看在我从小没了母亲的份上，你就帮帮我。好啦，你是主，我是仆，你要养外室，连孩子都有了，我老婆子总不能不管吧？嬷嬷最疼。哎，对了，此事你老子可知道？知道。不光知道，还为了这事儿打了公子一顿呢。啊？打得重不重？叫我看看。不重不重，嬷嬷。早上已经敷过药了，只不过现在连看都看不出来。怎么瞧不出来？都出血了，肿了这么大一块。不行，我得瞧瞧到底打成什么样了。哦，亏了我上京路上还带着治跌打损伤、头疼伤风的药，我去拿来啊！嬷嬷，你等着。等了好些日子，终于盼到嬷嬷来了。嬷嬷晚安。这是我们家2个不成器的女儿，从小娇惯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若有不周之处，还望嬷嬷念她们年幼，慢慢调教。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我这做娘的绝不心疼。大娘子过谦了。2位姑娘是书香世家的闺秀，气度品格自是不凡。我一老婆子不过是在宫里多待上了几年，经的见的比旁人多些，通晓些品香点茶的玩意儿。若姑娘们愿意学，我必定倾囊传授。还不快谢谢嬷嬷！谢谢嬷嬷。你们坐吧。主母自有要事，小娘还是赶紧回去的好。啊，我有要紧话问大娘子，说完就走。不必了，主母说了，这孔嬷嬷呢是来教姑娘们规矩的。四姑娘向来知礼本分，温柔娴静，既然从未有过行差踏错，这规矩啊也就不用学了。这话不妥，都是盛家的女儿，这样岂非厚此薄彼？就是，我是一个粗人，不懂得什么厚此薄彼，我只是来传主母的话。如果小娘再不走的话，来人！
你们看这院子是姓盛的还是姓林的？阿杂破财，叫着主母，哪有一点主母的样子？生怕我墨儿抢了他们嫡亲女儿的威风。小娘莫气，咱们还会有别的办法的。我墨儿可怜，投胎投到我的肚子里，他这份才情，我若是正室，合着都没有前程。是，我就是塞，也要将他塞进孔嬷嬷的课上。咱们定有办法的，小娘。这是做的什么孽？就算是养个唱的做外室不对，也不能下这样的狠手啊！这新上叠旧伤的，好歹也是亲生的骨肉，万一有个什么差错，该如何是好？没事，嬷嬷，这点伤，过几日便好。你从小到大挨过多少这样的打？每次都打成这样？也没有。真是太狠心，太狠心了！也怪我自己不争气，总是惹一堆事儿，让我老了生气。哎，慢着，你这道伤疤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你身上没有这个的，这可不是棍子能打出来的伤啊！公子别瞒我，快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弄的3年前，我一个五房的兄弟看上了一个女使，女使不从，他便用强。那女子也是真烈，最后自杀身亡了。他们把这事儿赖到我头上，我也是死无对证啊。一个侯爵府，连大御公堂都不如，简直就是火坑炼狱。这存心是要你的性命，谋你的财产。嬷嬷，什么叫要我性命谋我财产？您这话跟说花盆似的。公子终究是侯府的嫡子，又说那小秦氏娘子对公子十分的好，所以这些话我本想揽在肚子里头，带去棺材见大姑娘的。公子若不愿听，我便不说了。听，你一定奇怪，为何你母亲是盐商之女，却能嫁到侯爵府里头，做嫡系宗妇？娶正房妻子，当然是要将门当户对，续弦就没有这么讲究了吧？顾家是勋爵之尊，单属铁券在手。若不是大祸临头，怎会与商贾之家结亲？什么大祸临头？东家孤身闯下一片大基业，只有大姑娘一个独女。他深知其南村的白家，连孤儿寡母都能赶尽杀绝，不堪托付。一想为姑娘寻门好的亲事，寒门不紧要，富豪也不紧要，关键是能对姑娘好。他愿配上厚厚的嫁妆，送女出阁。这时候，突然京城有人登门，来人说，东京府有位勋爵之家正在求亲，打听得我们家大姑娘贤良淑德，媒婆说的天花乱坠，可东家早已打听得，来求娶的是侯家的4、5子。进来，来人吧。一个寻花问柳，一个傲慢无礼，唯有长子顾念开
是个持重君子，可一问，原来长子已经娶了东昌府的秦家的，过去只能做妾。姑娘是独女，年幼丧母，是东家的心头肉，怎肯这样糟践？原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了，半年后，老侯爷和侯爵夫人竟亲自登门，说侯府嫡长子的发妻病逝，愿意续弦，希望再娶咱们家的姑娘，正好就匹配了这孩子。怎么会这么巧？是，怎么这样巧？顾家说，秦氏娘子原本就体弱多病，因年幼已定亲，娶她只是为了信守承诺。如今不幸也是预料之中的。既然侯府家主亲自登门，又愿意3书6礼的迎娶大姑娘做正室，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姻缘。爹爹看中的人一定是对的。女儿听爹爹吩咐。甚好。1年居丧满了，侯府就来下聘。东家信守承诺，姑娘带着3、5船嫁妆，远嫁东京侯府。姑娘秀外慧中，等去了侯府啊，定然荣华富贵，幸福美满。可谁知，进了门拜了堂，写了族谱，才发现事情不妙。顾燕开这个混账泼财，以为他生在侯府，知书达理，端庄良人。可这个泼财，竟拖了3个多月，被老侯爷和老夫人大骂了一顿，才和我们姑娘圆房，让我们姑娘成了全府邸的笑柄。老侯爷夫妇去世后，他承袭了爵位，便更加自尊自大。他轻慢我们姑娘，侯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挨。侯爷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没多久，哥儿你就出事了，姑娘心里才算有了寄托。也正是因为有了哥儿，姑娘和他的情分就更差了。我想啊，日子就这样过下去，谁的日子不是这样过的？可谁知那天就这么巧，我们竟然去逛了园子。明玉啊，记住了啊，你母亲啊是被别人害死的，你可一定不能放过你的仇人。谁害死的？就是家里现在的那个白氏。我不懂，白氏母亲待我也很好啊。傻孩子，那都是假的。那白家知道官家在查顾家的亏空，仗着他们手里有点银钱，想攀龙附凤，硬是把女儿嫁进了我们侯府，说是能帮你祖父填了那笔银子，逼着你父亲休了你母亲。你父亲不肯，可是你的母亲
却活活的给气得病死了。剩下你和你父亲，孤苦伶仃的在这个世上。胡说！放肆！你是谁？敢在这里搬弄我们大娘子的不是？你，常嬷嬷，大娘子，这群下贱东西嚼舌根，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等会儿去问大哥，一问就知道那个贱奴是谁了。当年公公婆婆亲自上门说，侯爷的大娘子已经亡故，想着人颜面此事，这才娶我为续弦的，对吗？是的，是跟东家这么说的。我跟着东家听得真真的。可这人怎么说成是爹爹强人所难，逼死了亲大娘子呢？谁说的是真的？大娘子，大娘子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为了我的嫁妆，才娶了我？啊！姑娘，你先回去歇会儿，小心肚子。我带来的50万两余嫁妆，全填了你们家的亏空了。这些亏空不是我以为的没银钞用了，而是你们这些勋爵向朝廷借了一笔又一笔，始终不还。陛下追问，勒令你们填账目，已经下狱了2户勋爵，对吗？谁跟你说的？你说是不是？你不想说亏空朝廷的事儿，那你说，秦娘子是怎么过世的？不是好好的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她是病死的。那是在你们向我家提亲之前病死的，还是之后病死的？你们为了填这笔亏空，你们家非要有30-50万两银子的进账。秦娘子体弱多病，你们便休妻娶了我，她便痛苦病死。事到如今，你们银子到手了，大祸逃脱了，就开始瞧着我们母子像是祸害，动不动就念叨前面那位秦娘子的好。还背地里笑话我出身低微，连你也对我爱答不理的。我本以为你是武将出身，不大会疼人，又想着秦娘子温柔贤淑，我恐怕比不上。却原来你们全家把我认作是害死秦氏的元凶了。这是你自己疑神疑鬼，哪有的事儿？我疑神疑鬼？和你成婚这么多年，你和我在一起，不是垂头丧气，就是愁眉不展的。2个儿子都是你一般亲生的孩子，可是一儿你抱过他几回？知道他长了几颗牙，如今他有多高了？时只有长短。玉儿没了母亲，她又体弱多病，我偏疼她些有什么不对吗？没有生母，还有我这个继母，我又何尝是那起了黑心肠的恶婆娘？就算是玉儿到我跟前了，她也说不出我个什么不好来。你倒好，屋里屋外一筐又筐的向玉儿的耳朵里在糟践我的话。今天在院里头，就有女使公然的对玉儿说：“别忘了，我与她有杀母之仇。”你还3天2日叫秦家的人来，谁知道这群人背后里在我说了些什么？你住口！秦家与我们是通家之好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你自己去问问，你们全家上下都给玉儿整天教了些什么，就知道我是不是血口喷人。你真是无稽之谈，你别胡闹了啊！我胡闹？侯爷，你是没见过胡闹的人。你今天就写一份和离书来，我带着叶儿，清清白白的，还是回我们的扬州老家去。够了！你现在怀着8个月的身孕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大娘子，你是气糊涂了呢？这都是陈年旧事了，还是从长计议吧。你还怀着孩子呢。
看不上我们这些商贾人家，就写一份和离书来，让我走人。那些嫁妆，就算断送在你们家了，我连一个铜田都不会要。我安安静静、清清白白的走人。哎呀，你别再胡闹了。那嫁妆的事源，那是你父亲同意了的，你还是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，别再听那小人说白了。不要走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不能走！大娘子！就能住！要杀了！来人！赶紧找郎中，找稳婆，大娘子要生了。大娘子，这是我变得好惨！大娘子。你母亲去世1年多后，侯爷匆匆的娶了原配的妹妹。别说了，是不是误会了？会不会听错、记错了？我把我亲眼看到的都告诉你了，没有一点差错。这些年这些事，在我脑子里滚了一遍又一遍，我始终记得牢牢的。我们早些休息。灯下看美人，月下看花，别有风情啊！我老了，不老，哪怕再过个几十年，在我心里你还是美人。红郎的话当真？若遇到了比我更年轻貌美的，你不动心？美人常有。可是像你这样满腹才华、善解人意的美人，却不常有。双儿，在我这儿，你永远都占头名。记得那天和老太太一起做针线，红郎你一掀帘子进来，带进来一身茉莉花香气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当时的样子。这辈子跟了你，不冤枉。双儿，我定不让你后悔。我永不后悔。风儿、墨儿都这么听话，夜伴我成想，这都是红郎你给我的好日子。只是这几日墨儿时常哭，我怕她哭坏了。好好的，他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前几日在伯爵府娘子面前丢了你的尸体。此事与他无关，我已经都查明了，是如兰和明兰那两个丫头不懂事。可是宫里的嬷嬷来了，给如兰跟明兰教规矩，却不让墨儿去。那两个不懂事，自然是要教训一下。可墨兰是最懂事的，不用去，依旧上课听学就是。但是墨兰，终究还是去了前厅。她这个性子像我，就是太软，也应该听听宫里的嬷嬷教训才是。可是因为红郎疼爱我，
大娘子将我赶了出去，羞骂了一场，说我素日就勾搭着郎君。嗯，他又骂你了？这不妨事，只是可怜我墨儿，可怜他既人品贵重，却因投胎投到了我的肚子里，连女孩学规矩的教训都听不得。我真是心里恨，与红郎相逢恨晚，使君有福，又不愿意离开你，所以只能做了你的妾室，还连累了自己的孩子。若我墨儿要是生在大娘子的肚子里就好了。来，嗯，那是受训，又不是什么美差，不伤心了啊？嗯，红郎，我是一个贱婢出身，恐怕是要耽误了墨儿的姻缘。做墨儿自己资质出众也不成，这都是大娘子做主的。红郎，你说，大娘子是不是因我得宠而憎恨郎君，所以才不让墨儿去听训的呀？他还做不了我的主。是呢，但是这家里还是红郎做主当家的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